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5年的10月16号，今天是星期四，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6集的词汇。好，我们星期一已经学过了夺这个字，那今天我们来进行 Part 2。我们来学习更多关于夺的用法哦。好，今天也会学到一些重要的成语，那么大家要注意听，要专心上课。好，老师看到月莹了，欢迎月莹。好，那今天呢，先跟我念一遍吧。夺，夺，夺取，夺取。好，我们星期一的时候学到夺走，那今天我们来学习这个词汇夺取。好的，其实夺取跟夺走的意思很像哦。当然夺走强调的是 take away， 那夺取强调的是 take 哦。好，那么他们的意思其实差不多，一样都是用强力的方式拿走或取走别人的东西啊。那夺走呢，它可以是比较具体的意思，那个动作的感觉，夺走。那夺取基本上都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意思，不是真的用手，而是用强力的方式。那夺走呢，其实除了用强力的方式之外，我们星期一学过夺走，对不对？夺走的意思除了是用强力的方式拿走取走，它其实也就是用手去强力的拿走别人的东西。那夺取基本上讲的都是比较抽象的意思，用在比较抽象的地方上面所以还是有一点点不同。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句子，他试图夺取公司的控制权，但失败了。好，那这里可不可以用夺走呢？他试图夺走，可以的可以的，也没有问题。当然夺取会更有那种抽象的感觉，不是用手，而是用一些强力的方式所以这个夺取特别是强调不是用手的，而是那种比较抽象的方式好 OK， 他试图，好，试图就是尝试的意思尝试的意思，这个是一个比较书面语的表达。好，夺取公司的控制权。好 OK， 如果你夺走了公司的控制权，那你就可以管理这个公司，你就可以控制这个公司 manipulate， 你就可以控制这个公司所以什么的控制权，如果你拿到了，那么你就可以去控制这个东西好欢迎各位同学好，但失败了。好，所以最后没有成功，失败了，没有成功。好，我们来看一下更多例句我们来多做练习。好，敌人企图。好，在台湾我们会念企图在大陆会念企图。好，和资源，我们的夺取土地。好，什么叫资源？资源一般来说指的是自然资源，如果你指的是自然资源 natural resources， 那可能指的是铁、金属、土地、森林，这些都是自然资源好，当然资源有分很多种，对不对像图书馆里面也有很多学习的资源所以这个资源有很多种类，这里指的就是土地啦、森林啦、农地啦，这些都是自然资源他努力夺取Mandarin， 因为夺取这个字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你去夺取别人的东西基本上是不好的，那努力基本上是个很正面的词汇，所以你说努力夺取这样的一个搭配是很冲突的，我们不会这样说我们不会这样说。你可以说他夺取我们基本上不会用努力跟夺取搭配因为夺取一般是比较负面的词汇，那努力是个比较正面的词汇，两个是不会放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意思，这个句子不太行好 OK，
好，有人答出来了。敌人企图夺取我们的土地和资源，答对了，非常好。来，还有同学也答对了。敌人企图夺取 take by force 我们的 land 土地和 resources 资源，答对了，非常好。好，林子说：“我企图夺取老公的钱。”林子应该不需要夺取老公的钱吧？老公会自动双手奉上，你不需要去夺取，老公会乖乖的给你，对不对？好，那如果呢？林子说：“我企图夺取老公的钱，那可能老公并不愿意给你，你必须用强迫、强力的方式把他的钱拿到手企图是不是尝试？企图的意思应该就是你有这样的想法跟尝试不太一样。尝试是 try， 企图是 you have the intention所以企图一般来说是你有这个想法去做某一件事情，但是尝试呢？你可能想试试看，你不晓得你能不能成功，但是你想要试试看，所以两个意思是不太一样的两个意思不太一样好，所以这些词汇呢，其实都有一些差别所以你要稍微注意一下。企图一般就是 attempt 有这样的想法，有去做某一件事情，但是尝试呢？尝试是你不确定你能不能成功，但是你愿意去试一试愿意去试一试好，他想夺取好朋友的女友你们的例句怎么都那么可爱啊？他想要夺取，我们会用比较口语的方式啦，佳佳，他想抢走好朋友的女友，他想抢走，我们用抢走比较好用夺取好奇怪。夺取一般来讲都是讲夺取政权、夺取土地、夺取资源这些东西那女朋友不用夺取，用抢的，抢走好，我们再来做一题。好，将军、国王的夺取了政权。好，我们在星期一的时候学过政权，政权就是这个 political power political power。好的，那这个将军他是军方，对不对军方单位的人，可能他想夺走国王皇室的，国王通常在皇室里，对不对好，答案是什么？我们夺取月莹，你可以说我们夺取谁的利益我们夺取了他的利益，那就可以我们夺取了他的利益我们夺取了别人的利益好，很好，将军夺取了国王的政权，答对了。好，通常你有政权的人，你就可以统治这个国家或者是这个王国，对不对所以呢，将军夺取了国王的政权，那么国王就没有权利去统治这个王国了，统治者变成了将军统治者变成了将军好，将军夺取了国王的政权，非常好。OK， 好，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好，广告时间，请帮老师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好，大家多多支持老师老师的直播课才能够长长久久、细水长流，对不对那如果都没有人支持老师的话，老师会觉得哎呀，都没有劲儿，没有劲了上直播课没有力气，没有精神，因为都没有奖励，没有鼓励，对不对好，可以，我们夺取了加个了，月莹，我们夺取了他的利益我们夺取了他的利益秀珍说我夺取了老公的老板权不会这样说啦，你可以说我夺取了这家公司的经营权，我夺走了这家公司的经营权，我夺走了老公在这家公司的经营权，那就可以我夺走了，我夺取了，我夺得了也可以，我夺得了 I get it我夺得了老公在这家公司的经营权。秀珍，真的吗？你好厉害，
老公没有办法再经营公司了，你才是真正的老板啊！战争夺去了好多老百姓的生命，可以，没有问题，佳佳。好，那么我们来看更多关于夺的词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叫夺回。夺回，这些紫色的旗子，哪里有紫色的旗子啊？我没有看，可能指的是他们是会员吧？艾云是不是？可能是会员的意思哦。好，那么什么叫夺回呢？我们可以夺回土地，夺回主导权，夺回控制权。那夺回其实就是 retake， 什么意思？本来这个东西是你自己的，但是被别人抢走了，所以你现在要把它再拿回来。所以夺回的意思是失去后再把它拿回来，把它抢回来，把它要回来，这个叫夺回 retake regain recapture。 那重点是如果你用夺回的话，表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你的，本来是你的，你失去了，被别人抢走了，但是呢你要把它拿回来，用强力的方式再拿回来，夺回一样是用强力的方式夺回是真的秀珍夺得了老公在这家公司的经营权哇，那这样子的话，秀珍你现在是有钱的女人，你现在是富婆了，因为你已经有了这家公司的控制权了，你已经有这家公司的主导权，秀珍有这家公司的控制权了，秀珍现在是这家公司的老板艾云说夺回我们的身份证，那可能有人抢走了你的身份证，所以你把它夺回来，一般当然可以，但是要看那个情境是怎么样可能有人真的抢走了你的身份证，不想还给你，那你用很强力的方式把它拿回来夺回Hello， 我看到 Bryce，Hello Bryce，OK， 好，那么我们来做题目，士兵 soldiers， 领土，我们学过领土了，就是你土地，你统治的土地的范围叫领土通常是国家统治的这个土地范围，我们叫领土好，们失去的，夺回了。好，失去的这个形容词还蛮常用的失去了表示本来是你的，后来不是你的了，可能被别人抢走了好Alexander， 士兵们夺回了失去的领土。秀珍还有春娇、林子，士兵们夺走了失去的领土，答对了。好，宋平，士兵们夺回了失去的领土，很棒好，还有 Hardwin 也是，士兵们夺回了失去的领土。慧君、秀珍，秀珍讲过了，是佩霞好 OK， 好多同学我都没有叫你们的名字希望你们不要介意像有 laugh 还有鸡蛋豆腐很多同学因为太多人了，有时候忘记叫你们的名字好而且有的同学太久没来了，我已经忘记你们的名字了好，我们来看，还有裴静我们来看下一题，蓝墨好，接下来老师要教你们一些很重要的成语这些成语很重要请你记起来，如果你会了，那你在写文章的时候用这些成语是很好的。第一个叫做光彩夺目好，光彩就是有很多种颜色，对不对？有一种东西有很多颜色，太漂亮了，都快要把你的眼睛给拿下来了。哇，所以光彩夺目这个成语是一个好的 positive 好的成语，它叙述的，它讲的是一个东西很漂亮，很美，都快要把你的眼睛给拿下来了太漂亮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正面的好的成语，通常指的是很漂亮会发光的东西，很贵重的东西，很有价值的东西，而且要会发光很漂亮，像什么钻石光彩夺目，还有呢珠宝
珠宝光彩夺目，珍珠 pearl， 珍珠光彩夺目。还有什么东西光彩夺目？像这个霓虹灯，或者有时候你们去舞会，舞会的中间有一个球，对不对？它会旋转，也会发光，这种东西都光彩夺目，因为很漂亮，很漂亮。所以这是一个正向的一个成语光彩夺目。好，我们做题目。珠宝，好，这个词很重要jewelry， 钻石不是砖石是钻石。好，谁帮我打一下钻石，不是砖石好，珠宝它戴的光彩夺目，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好，对，钻石名词打出来了。好，它戴的珠宝光彩夺目，吸引了大家的注意。Good， 它戴的珠宝光彩夺目，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好，我们中文常常用的搭配是吸引了目光，或者你也可以说吸引了谁的注意 attention 的感觉所以这个你们可以记起来这个词组很常用。一个就是 draw one's attention， 中文要怎么说呢？吸引目光，吸引注意 draw one's attention。 好，目光就是你的眼睛都被它吸引了，你忍不住想要看它好，所以你可以说他戴的珠宝光彩夺目，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他戴的珠宝光彩夺目，吸引了大家的注意，也可以这两个词汇呢跟表达都是很好的，你可以把它记起来很好的好 OK， 好，没问题大家都记起来了。这些常用的搭配我希望你们把它给背起来因为都是母语者常常用的好，OK，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成语。我想要教各位的下一个成语叫做横刀夺爱。不是，至中光彩夺目并不是吸引目光的意思，不一样。吸引目光或吸引注意叫 draw one's attention， 但是光彩夺目指的是那个东西很亮，发光，很漂亮，闪烁着光亮，很美的感觉。那个东西很美，这个叫光彩夺目，跟吸引注意不一样不一样的意思好的，横刀夺爱是一个不好的成语。各位同学，刚刚教了一个好的成语叫做光彩夺目，这个成语就很不好。横刀夺爱的意思通常指的是这个男人夺走了另外一个男人的女朋友一般来说是指这个男人夺走了另外一个男人的女朋友，这个叫横刀夺爱。你抢走了另外一个男人的女朋友 OK， 你们有没有做过横刀夺爱的事情？希望没有。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成语。你抢走了别人的女朋友，他们本来很相爱，你怎么可以抢走别人的女朋友呢？对不对所以这个叫横刀夺爱。什么叫横刀？就是你这样子把刀横着你的女朋友拿来这个意思。所以你是用很强力的方式，强迫别人的方式，把别人的女朋友抢过来，这个叫横刀。来，女朋友交出来，女朋友给我，这个叫横刀夺爱当然有同学问说，那老师，如果这个女人抢走了我的男朋友，那可不可以用横刀夺爱？可以，也可以。一般用在男人身上，也可以用在女人身上，其实也可以，没问题。一般是用在男人身上，有时候你用在女人身上也可以也可以。好，我们来看一下题目。横刀他夺爱，居然。好，居然我们学过，对不对居然就是你没有料想到这件事情竟然会发生居然。好，抢了吉姆的女朋友，你们有没有做过这么缺德的事情？好，这个中文可以说缺德，就是很不好很不好的事情，缺德。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很缺德的事情，不好不好不好好 OK， 答对了。他居然横刀夺爱，抢了吉姆的女朋友。
他居然横刀夺爱抢了 Jim 的女朋友。好 ，Jim 就是吉姆嘛好 ，OK。好，对，缺德的事，这是一件缺德的事，大家不要做，不要横刀夺爱除非对方是真的爱上了你，那也没办法，对不对？好的，那么这个成语也很好，请你把它记下来好，秀珍说，老师我没有做过这种事情好，很好。Hello May 同学你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成语这个成语也很好，夺门而出。夺门而出，好，夺门而出，你可以想象你很急的时候，你好像要把门拆掉，把门拆掉我很急，我要赶快冲出去，比如说迟到了，我要赶快赶去公司，这个时候你巴不得把门给拆下来，因为你太急了，所以我们中文可以说夺门而出，它的意思就是你很急着出门，很急着做一件事情，都快要把门拆掉了那种感觉，然后赶快出去好，这个而出就是出去的意思空手而归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成语，但是我们今天教的成语都有夺这个字，对不对好，夺门而出的意思就是 rush out, storm out， 就是你很急着要出门，用跑的，用赶的好，我们来做题目。看到男友衬衫上的口红印，他打了，好，很有趣的画面，他然后一巴掌。如果你很生气，你对一个人很生气，你可能会想打他一巴掌。我们可以用扇他一巴掌这个很好玩的词汇。你可以说打他一巴掌，你也可以说扇他一巴掌。扇他一巴掌，表示呢，你这样子打他一巴掌，扇他一巴掌。当然，我们也有很多种不同的表达，你也可以说扇他一巴掌，你可以说扇他一记耳光，扇他一个耳光。好，耳朵，你这样打他的脸，你可以说扇他一记耳光，打他一个耳光，扇他一巴掌那你当然要多打几，扇他2巴掌、3巴掌当然都可以好，那这个都是常用的词汇，英文叫 slap， 那你要怎么去用中文表达 slap？ 那中文就是打他一巴掌 somebody， 扇他一巴掌，扇他一记耳光，扇他一个耳光都可以好，这题的答案你们都写出来了。看到男友衬衫上的口红印，他打了他一巴掌，然后夺门而出。那为什么这个女生急着出门？她不是急着出门，她是很生气的要出门，她不想再看到她的男朋友，所以呢，她打了男朋友一记耳光，然后很生气，对不对？所以她夺门，她想要冲出去，不想再见到她的男朋友。哇，如果你看到男朋友或你先生衬衫上有一个口红印，那你可能也会这样做，你会扇他一记耳光，然后夺门而出，对不对好，那老师想考你们一个东西，就是说，请问你们这一张照片里面这一件衬衫口红，这个东西叫口红印，你也可以叫它唇印，有人帮我打一下吗？唇印或口红印都可以唇印、口红印。那这件衬衫的这个部分叫什么呢？这个部分你们知道中文要怎么说吗？这个很好，唇印这个部分要中文怎么说？你们知道吗？英文叫 collar， 对不对？英文叫 collar， 那中文要怎么说？你们知道吗？对，唇印很棒你也可以叫它口红印。来，有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啊英文叫 collar。 有没有人领子，答对了，领子，佳佳写对了，领子 collar。
好，我们有2种说法啊，一个叫领子，另外一个说法叫衣领也可以，衣领也可以啊，领子或衣领。好，那其实你们学中文这么多年了，有一些很简单的词汇，其实你们可能也不会说，这个就是学一个语言最难的部分。有一些专有名词，一些东西的说法，你们反而不会，很难的句子你们会说，但是一些很简单的词汇，你们反而不晓得怎么表达，所以我们就要常常的去接触这些基本词汇啊。对。这个是领子，不是领子。领子是我们的同学，这个叫领子啊，领子。知道交考卷的时间快要到了，交卷时间快要到了，交卷时间快要到了，所以不行妹，因为你不是因为很急的原因夺门而出啊。交了考卷夺门而出很奇怪，他是因为要去上厕所嘛，所以这个句子会有一点，没有特殊的原因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要夺门而出。他交考卷是因为他急着要上厕所吗？还是什么原因？所以你这个句子可能没有一个因果关系在里面啊。女人的上衣也叫衬衫，可以啊，可以啊，女人的上衣也可以叫衬衫啊，不然你就叫她上衣也可以啊。叫它上衣也可以。好 ，OK， 那我们今天呢学习到了3个很重要的成语，请你们记得，一个叫光彩夺目，另外一个叫做横刀夺爱，再来一个叫做夺门而出。希望你们喜欢这3个成语，把它记起来。好，那今天的课就到这啦，谢谢大家，我们下星期一见。那么大家记得帮我点赞，多多留言啊！直播课之后，欢迎大家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啊！如果你喜欢我的课，要点赞哦，支持老师。好，我们下星期一见，拜拜。